殿下，后院的花开了，不如出去走走吧。陛下有旨，禁足3日。只是在自家院里行走，禁足也是禁心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殿下又惹了陛下不高兴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如此冲动，长此以往，怎斗得过二殿下？是啊，听说二殿下……谨声，是，别嚼舌根，快走。我是陈萍萍，你应该听说过，监察院内我主宰一切。问你个问题，林拱策划牛栏街刺杀的事情，你和范闲说过吗？没有，我没告诉他。你不该犹豫。明日早朝，陛下会以北齐暗探、挑拨庆国跟东夷城关系，以及刺杀相府二公子为由发起国战。1日之内，庆国大军就会踏足边境，杀入北齐。挑拨庆国和东夷城关系？杀林拱的是司顾监，这件事是你们北齐谋划的。司顾监，你是北齐暗探，本应战前击击，问你的性命，只有我能保，明白吗？代价是什么？从今往后，无论谁问起刚才那个问题，不要犹豫，答案只有一个。你没有把真相告诉范闲，范闲没有理由杀林拱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你和他什么关系？如果答错了，这天下没人保你性命。你若想护着范闲，杀了司礼礼就好。范闲答应过要保他性命，我都想问了，他是你什么人？故人。他从小长在儋州，你怎会见过？若海啊，你来监察院多久了？记不清。在各处的主事里，可看重任的一个是你，一个是一处的诸葛。论经验，论情感，下一个监察院的主人，总是你们当中的一个。
怎么说起这个？如果范闲是下一个监察院的主任，你怎么考虑？监察院是你的，你决定把它给谁，都随你。我刚才如果反对，你会杀我吗？你我共事多年，何至于此？共事多年，所以我才知道，你刚才是杀人的眼神。说，你以后来我这儿要小心，监察院那个影子一直跟着我。他已经回监察院了。你都知道。陈萍萍是想保护你，为什么呀？自然是因为小姐。老娘和她什么关系？我记不起来了，我只知道，当年小姐被害时，替她复仇血洗京都的，就是陈萍萍的黑棋。原来是她。我想起来了，眼神像她。你说的她是谁？叶青梅。老娘究竟有什么魔力呀？她是指引者，亦是背叛者，是补天之女娲，是万象之阴，是终结之末。说，我在说些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你刚才说的都是些什么？这些话自己出现在嘴边，好像来自记忆深处，可是我又不记得了。没事儿，想不起来就慢慢想啊。说，母猪说，怎么了？说，说，母猪说，说，说。我好像记起太平别院的位置了，在哪儿？城东5里外。说，母猪说，怎么了？说，说，母猪说。说，说，我好像记起太平别院的位置了，在哪儿？城东5里外。老娘留下那把箱子的钥匙，可能就藏在太平别院。找到它，就能找到你的记忆。明日出城。不行。我现在贸然前往太平别院，太引人注目。那我去也不行。我有个主意，但是得让我筹备几日。此次出城，需要很多人同行。为什么？
喧闹之处，最容易隐瞒真相。纸张大批量购入，比原定的要高了3000，但好在仆役有所减少，这样还能有所补益。出城踏青，别想这些。干嘛呀，范闲？溜！叫什么？哥，给溜！这些事儿用不着你操心。我不操心谁操心啊？咱们书局马上就开张了，你也不写书，你就知道瞎玩。是谁说要跟着出来的？我是为了监督他。大人，他们在前面呢。你不能进！哎！灵儿也想踏青，你不介意我们一起出城吧？不介意，人多热闹。也不知道你出了什么歪主意，北边都开战了，宫里居然同意我和你出城踏青。越是激战的时候，越要纨绔，这样让敌人看了，才更显示我们必胜的信心。歪理，你多出来走走，对身体也有好处啊。随便你说呗。随便我说。我想你了。要是能早点成亲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每天在一起。好，我换辆马车，你们自便吧。叶小姐，你怎么能单独出来，让小姐跟那个？再带去我就要吐了。你受得了，你继续带去。你能不能轻点儿？你能？怎么是你这个母夜叉？你把我哥藏哪儿去了？范若若小姐，某些人在郡主马车里耍无赖，我着实不方便再待下去了。若不介意的话，我就与你一同前去吧。啊，过来坐吧。姐，你怎么能让他跟咱们坐同一辆马车？你保护我啊！你可得保护我啊，姐。奸计得逞，开心了？都是肺腑之言。怎么还不走啊？还有一个人。还有一个人？小贤贤，大宝，婉儿，我约的。大宝，你快过来！我就在这儿。爹说了，说要多让小贤贤跟婉儿在一起。好样的，就你最懂事儿。大宝，乖乖在车里坐着，咱们出城踏青去。小贤贤，你可真会玩。你别叫我小贤贤。好的，小贤贤。战事一起，严若海在边境安排边境密报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天佑我大庆，此战进展得甚是顺利。只是近日6部官员开始鼓噪，认为应该一鼓作气，攻陷北齐。谁起的头？还不清楚，只是6部之内皆有官员参与。查他的底细。
院长，陛下定下蚕食之计，方为稳妥之策。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那些鼓噪攻陷北齐者，皆为国贼。院内也有不少人持此观点，都说这是一统天下的良机。该查查，该办办，该杀的杀。是。渴望一战攻城的人不少。火烧得越旺，熄得越快。范闲那边有状况？他和李婉儿出城踏青去了。你为什么不去？我不能去。你这边若有情况，我会赶不回来。我这儿有什么情况？最近，监察院里暗藏了别的生意，有些人已经受够了你的掌控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我若知道，我便杀他了。单萍萍，小心身边人。怎么了？院长要查京都六部有谁激进求战，那是你一处的事儿。近几日，各处官员皆有暗中密会，准备联名上奏，恳请一举灭国。那是要好好的排查一下。昨日夜间，刑部侍郎府内，亦有我监察院的人加入其中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儿子还在北齐国都，北齐早日攻陷，他便能早一日脱离生死之险。这件事我还没告诉院长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蚕食之策，打下北齐还要等多少年？这不是你我能做主的事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庆国。院长也是。他老了。够了，别逼我亲手抓你。可以捅它吗？你别捅，它咬人啊！有毒吗？那我不知道。哎，你看，这儿也有个洞，它里面不会藏着什么东西吧？嘿，幼稚！大宝啊，别玩什么虫子了，姐姐教你几招防身术，怎么样？防身术，好玩吗？大宝啊！你别跟这个女的多说话。这女的是一只母老虎，吃人，特别可怕。她不是，她是婉儿的朋友，不吓人的。那我还是范闲的弟弟呢，你不相信我呀？小贤贤，你不信我，你还不信小贤贤吗？小姐姐，她说你是母老虎，你会吃人吗？什么？啊？死猪，你欠揍是不是？我没有。哎，站住！快跑啊你！小妹，你快跑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母老虎会吃人，快跑啊！没想到他们三个玩的也开心。大宝童心未泯，他愿意跟你出来，那是对你极大的信任。将来都是一家人。
谢谢。谢什么？我知道二哥的丧事在相府操办，而我这身份却不能赶过去。世伯也说不希望大宝一直待在府里，他说人已经走了，就别让活着的再受折磨。站着！着急！可他毕竟是我二哥。若若呢？若若去哪儿了？大概去哪儿闲逛了，别管他。吃不吃吧？殿下，3日禁足，时辰已过。把这几日的消息都给我听听。是。近几日来，朝堂上争论的厉害，北边战事一路全胜。如今各部官员好些想要联名上奏，一举攻下北齐。二皇子那边和兵部接近。范闲带着婉儿郡主出城了。去哪儿了？从南门出城，踏青去了。南门。太后那边林相昨晚去见了婉儿郡主。这个消息怎么得来的呀？啊，宫里上衣见一个小娃，和皇宫别院一个侍卫是堂兄弟。昨日夜间他去探亲，偶然看见林相便服入了别院，回宫便报了上来。也就是说，林若甫瞒着所有人在深夜去见了林婉儿，这事儿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有何不妥？你说林婉儿会把这件事告诉范闲吗？林相现在全力支持范闲，这事儿有什么好瞒的？备马车。殿下，咱这是要去哪儿？踏青。我捞着了！啊！我看，这可大了！我帮你。捞着什么？我来找你的事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尤其是范闲。明日踏青，帮我做一件事。明日踏青之时，找借口和范闲独处，远离众人，独自入林。你记住，到时候不管发生什么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啊，没什么异常。哎！放！礼部侍郎亲自来拜见二公子了，您不去见见？见了面儿，客客气气，一个节哀，一个谢礼，好生无趣。可二公子的灵堂，您是该在的。我在，人活得过来吗？人都派出去了吗？都是好手，
你在城外了。只是范闲跟婉儿出行，随从众多，出手不易呀。他会走开的。您到底要做什么？到时候会有人对范闲出手，你要假装不知，不要让他看出什么马脚。您不是一直支持范闲的吗？您不也已经把林家的未来托付于他了吗？孔儿之死，死因未明。我可以把林家托付给一个外人，但还是要消除掉所有疑虑才好。难道这些日子鼎力相助，都是做戏？也不是。若范闲能过了这一关，我确实想扶持他，为林家筚柱。二公子被杀当日，范闲确实未曾出城。我有一个猜疑，如果范闲身边藏着一位高手，一位足以和4大宗师比拟的高手呢？范闲在城内，高手到城外刺杀孔儿。司礼里说，并未将二公子的秘密告知范闲。司礼里说什么并不重要，只要能证明范闲身边有一位绝世高手，那我就能确认，杀孔儿的就是他。所以你让我把府内的高手都派到城外去。这次刺杀是最后一次考验。大宝和婉儿都在，这万一要是失手，正是因为他们都在，所以才不会有人相信是我出的手。希望不会有这么一个高手出现。有了！哎，我就说吧，大宝不会骗人的，是不是抓到了？有2条了，现在就差你了。看我的！怎么了？我想什么？想去禁闭处走走。为什么？婉儿，来，给你的。你去哪儿了？那边有片花田。哥，你别傻坐着，我带你去采些花，你也给婉儿亲手编一个。好，婉儿，等我一会儿。哥，我看见太平别院了，沿着河向东走就能看见。好，我去看看，你留下来掩饰。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快点走，别让他们看出来。听好了，范闲独自进林，我们全力击杀，小心，千万别让小姐受伤，知道吗？是。怎么样？看到了？范闲呢？只有小姐，没有范闲。什么？没有范闲？是我偷偷摸过去的，看见小姐和大少爷他们，范闲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别紧张，我们等范闲出现，再去杀。是。就在前面。太平别院是我娘住过的地方，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来过，所以想出了踏青的理由。我知道，我会替哥保守秘密的。五竹叔一会儿也来，你们还没见过。五竹叔好相处吗？
话少了些。你们来是为了凭吊？是为了一把钥匙。钥匙就在前面。哥，就是这里。老娘住过的地方。墙上没有荒草，这地方有人打理。或许有人住着。不对，要是有人住的话，这个时辰应该有炊烟升起。或许吃得早呢。这附近这么安静啊，一点鸟叫都没有。不管怎么样，先过去再说。哥，你看这边花好美，我们摘回去给嫂子。哼，毕竟跟嫂子说我们是来采花的，我们快些回去，别让他们等急了。给。回来了。见过太子殿下。三表哥，范闲呢？他去采花了，你找他。都起来吧，不必声张。你我出去走走。范闲回来，让他等我。好。什么时辰了？该动手了。要失败呢？这些人早年一直养在城外，就算失手，也不会签订胜负。更何况，在这之前，他们甚至都没见过范闲，不会露出马脚的。先生，助我两夺。若并无高手护佐范闲左右，那拱儿的死，只怕再无昭雪之日。老大，怎么样？他走了。谁走了？哦，小姐和一个年轻男子单独离开了。袁先生早就交代过，这小姐引出来的必定是范闲。记住了，一会儿百般威胁，一定要逼他身后的高手现身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动手。三表哥，你的护卫呢？车架都挺远了。那也太不小心了。他们在，说话不方便。三表哥想说什么呀？昨晚你父亲到底对你说了什么？我来猜猜啊。林相对范闲的猜疑还没有完全消除，没错吧？也不难猜，林相一生行事谨慎，
却对范闲的信任太快了些。只是你很为难吧？哥，看不见射箭的人。待着别动。哥，放心，不会有事。哥，谁放的箭？是不想让人靠近太平约。竹鼠还算机敏。其实让若若看见也无妨。放心，他睡会儿就能醒。我知道杀林拱的是谁。又要说是二表哥动的手，凶手是谁啊？不是范闲，你也不必为此苦恼。那到底是谁？回去转告林相，杀人者确为宗师。然后呢？悉数转告，林相自然就懂了。为何不能与我说？此事啊，事关重大。范闲，你末日将至。你叫我什么？此人并非范闲。不必遮掩，我等与范闲仇深似海，就算是化成灰，我等也认得。真不是。小姑娘，你不必慌张，我等要杀的是范闲，我们与你素未相识，自然不会加害于你。什么章程啊？这都是你父亲的手笔。你休得胡言！我告诉你，我等与你乃是厮守，与林相并无瓜葛。素不相识，你怎么知道他爹是林相呀？来人，带到僻静处，取他性命。等一下，他是太子。这两件我瞧见了，9品的身手。现在怎么办？我拖住，你绕个方向前进去寻钥匙。这地方我没来过，要不咱俩换一下，我诱敌，你进去找。 9品剑手，世上罕见，你不行。那这么大地方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吴中方塔的对面，进卧房，查书架、床底。你想起来了？见到这高墙，记起一些。你怎么诱敌？ 是人吗？胖，你不遮掩一下？遮什么遮？刚才都漏了。哦，哎，许久都没发现人，要不咱给他放了？这是要去见林相。闭嘴，往后转，走。走。 猜到林相了，不能放他走。哦，那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哦，没动静。
这是要干嘛？九品剑手。刚才那箭射得不错，用的几弹弓啊？去吧。你也不用出来，我就坐在这儿。你若有胆，射我一箭试试。我在，没事。小心。你若无胆，我吃完这块，我就进去了。回吧。抓到了。没人。回去。
刚才树倒时，你已经醒了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想，你应该不想被人看到。范闲信任你。那剑手是谁？我哥是不是已经进院子了？他会不会有危险？你说呀！陛下怎么在这儿啊？这得要问你呀。我今日与婉儿约好了城外郊游，啊，然后我就四处闲逛逛，走到这儿发现这个院子，觉得有点口渴，就进来讨口水喝。找口水喝，接着说。然后这找着找着，就找见陛下了。你知道这个院子住过谁？不知道。住过朕的一位故人。朕闲时会常来看看，走一走。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范闲，哎，你好像从来没有在朕面前跪过。要不我现在给您跪一个。陛下，适才河畔有高明剑手袭扰，臣担心是调虎离山之计，冒昧前来，请问圣安。朕没事儿。陛下若安然无恙，那臣就放心了。臣再多问一句，陛下可要用膳？朕用过膳了。这是宫中侍卫统领燕小乙，9品以上的实力，与大宗师只是一线之隔。刚才朕差点忘了，9品以上的高手，1墙之隔就能听出2个人的呼吸。把剑放下吧，朕没有受到威胁。这是太常寺协律郎范闲，一会儿他出去的时候，也不要拦着。是。还有，回去给禁军传个口谕，待朕回京时，调1个营的兵力保卫这里。从此以后，这所别院的周围就不能再有人了。是。你捡了条命啊！要知道，9品以上，他们能听到墙内另外1个人的呼吸，他们通过声音就能断定朕在什么位置，然后用剑来刺杀你。隔墙听呼吸声辨位，已非常人所及。他们已经不是常人了。你捡了条命啊！要知道，9品以上，他们能听到墙内另外1个人的呼吸，他们通过声音就能断定朕在什么位置，然后用剑来刺杀你。隔墙听呼吸声辨位，已非常人所及。他们已经不是常人了。你不是口渴了吗？回陛下，
见到陛下如遇甘霖，早就不可了。你也听到了，这个别院从此以后会重兵把守，别人家的宅子，以后别乱闯了。是。明天有空吗？应该没事儿。到宫里来。啊？你和婉儿的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婉儿自小在宫中长大，太后和嫔妃非常喜欢她，让你见见他们。臣明白了。好，下去吧。燕统领，听说你杀了程巨树，有这回事儿。你能杀8匹，运气好。员外那剑手是谁？什么剑手？我不知道。问你话最好如实了答。陛下刚才说了，我要走，让你别拦着。燕统领是打算抗旨啊？我记住你了。别送了。哥，这怎么了？那箭手好厉害，树被生生射断的。五竹叔呢？不见了。没事，他一直这样。你找到钥匙了吗？没有，见到陛下了。陛下，陛下在里面。他好像跟我娘也熟。你问他了吗？他不愿意说。走吧，晚上该等齐了。太子被抓了？没事的，是相府的人。你爹要抓太子？抓错人了。其实，他想试探的是你。他想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宗师级高手。还是怀疑我？三表哥说了，凶手不是你。这次出行，原来你一直在欺瞒我哥。道歉的话，我回头会说。你现在赶紧带大宝回相府。三表哥说，只要转告一句话给父亲，他自然就会知道凶手是谁。太子说了什么？不可以！哎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，眼睛怎么了？哈哈哈哈！骗你的！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。范闲，你怎么跟来了？我信你，我相信婉儿也信你。今日之事，他一定有苦衷。你不要心中对他生怨。我对婉儿的感情看上去这么不可靠吗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。大宝，小不点儿。大宝，小仙雪，下来一起玩啊！大宝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下来一起玩啊！啊！时候差不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啊！改天再出来吃饭。嗯。小姐姐，你也要送我一起回去吗？哦，行啊，我跟范闲一起送你回去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回家吧，走。
若若，帮我个忙。做什么？派去试探范闲的人回府了。哦，相爷不必露面，我去见他。有劳先生。闻名究竟。先生，怎么样？我们把范闲抓住了，押在城里，请先生去看看。我让你试探他身边有没有高手，你把他抓进城。不是，高手并未出现，可他却看穿我们是相府的子弟，口口声声说要见相爷。你承认了？啊，不会，我肯定不会承认。我们就是把他压着，等您发落。这不等于承认吗？我不能出面。赶紧把范闲给放了，毕竟有官身，一旦事情闹大，相府不好交代。袁先生好。大伯好。袁先生好啊。走啊。这就是书房。啊，大人，是不是我现在就放了范闲？放谁？范闲啊。那这个人是谁？未曾见过。他是谁啊？你到底给我抓了个什么？爹，小贤贤和婉儿他们俩都去了，然后他们俩就坐在那儿聊天，然后来了个小不点儿，小不点儿我们就在池塘那儿捉鱼，然后打水漂。对了，我们还比赛了呢，我赢了爹。然后后来我们又挖虫子洞，然后我洗手了爹，你看，好，都洗干净了。好，来，先喝口水。谢谢爹。爹。前面有好多穿白衣服的人，好些都哭了。啊，办丧事。办丧事？我还没有见过呢。啊，那就去看看去吧。前院正堂摆了一个大木盒子，去磕个头。为什么呀？这是规矩，都得磕。小贤贤，那你跟我一起去吗？那你跟爹在这儿聊天，我一会儿就回来找你。坐。怎么这么快就把大宝送回来了？我都听婉儿说了。是吗？我能理解。至亲至仇，总要查清。喝茶。太子来找过我，他让我跟您转达一句话，说您听了，自然知道凶手是谁。什么话？杀人者，却为宗师。只接近宗师水准，九品上亦可能是凶手。这天下能杀宫儿的，便只有可能是那4人。不可能有第5个。绝无可能。我遣人查过了，事发时叶流云、苦荷寺顾剑都不在京都附近。我没猜错，是宫里的那个杀的宫儿。受何人指使呢？皇上、皇后、太后
长公主、老二太子都有可能。既然太子透了底，或许不是他。长公主不是婉儿的生母吗？那个女的是疯的。既然此事涉及宫廷，太子为何要说出来？小爷，为何说出来？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行差踏错，手底下将太子抓了。我听婉儿说了，怎么还没放吗？他说要见老夫，还说要见你。见我？守在外面，不会怪罪你们的。殿下，臣不必拘泥，不必解释，我已然知晓了。我派人送给二公子的挽联，林相收到了。你怎么能确认杀人者是大宗师呢？二公子死因的文卷，监察院一供出来2份，送往宫中那份，方才把话说透。这些事为何让我知道呢？我在朝中孤立无援，想和林相结盟。太子微服内海，麾下才俊云集，怎能想到与老朽结盟？自己事自己知，门下追随者众多，却无疑6部重臣，父王、太后都不看好我。如今倒是老二声威愈隆，说不准什么时候，我这个太子的位置啊，就要拱手让人了。老夫能做些什么呢？林相统领百官，你我联手，才有一线生机啊！林相还在犹豫什么呢？二公子之死必是宫中所为，只有你我联手，才能查明真相，找出真凶，为二公子报仇雪恨呢。若下令杀人的是当今圣上，我说了，替二公子报仇雪恨。你我之盟不可留有文字，那是自然，你我心中知道便可。怎么还特意将范闲叫来呢？林相日后鼎力支持，必定是他。太子的意思是，
北齐之争已攻陷益州之地，前日前线停战，北齐使团已经在赴京的路上了。这与我何干？此战起因是由你追查司礼里而起。这么说来，还是你立了头功。你我虽有争执，但却从未有过不解之仇吧？你有才名，我亦惜才，何不携手？内库终将会转交你手，我不抢便是。今日起，我林相都是你身后臂柱，保你一飞冲天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我都还年轻，待我登基，未必不是一场有始有终的君臣佳话呀。外边休要喧闹，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人来救驾？绝对不可能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太子留步，外面死状惨烈，必是绝顶高手所为。做什么？出去看看。危险！这儿就我一个能打，难不成让太子出去？谢必安，听说你文武双全，下回咱俩换把剑试试。你别怪他，谢必安天生冷脸，对我都没有好话。没想到你来，我也没想到你来。别听屋里那位的，总是话说的好听。我什么都没听见啊。进去看看。嗯。地滑，慢点走。小王救驾来迟，太子殿下恕罪。你这是什么章程啊？听闻太子被人劫持，心急如焚，故带谢必安前来营救。不过太子不要担心，这门外的匪徒已经被谢必安杀绝了。您想也是来救人啊？啊，我路过。门外匪徒可认识？从未见过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谢必安出手没个分寸，伤了自家人呢。二殿下宅心仁厚，叫人赞叹的。哪有？既然太子之危已解，老夫就先行告辞。
看你剑不错，多少钱买的？走吧。好，好剑。时时刻刻盯着我呀！殿下为国之储君，又是兄弟，敢不尽心尽力护持殿下安全吗？好一番兄弟情深呐，听得我好生感动啊！臣的本分。不过太子殿下请放心，这京都城内什么事儿都有我替太子瞧着，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，都瞒不过我。哎呦，那我便安心了。不如我送太子殿下回东宫。求之不得啊！老二怎么来那么快啊？这两位相互咬得紧啊！世伯真要跟太子结盟？说说罢了，两头结缘都不得罪。此时朝局混乱，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你推上去。这回是真心实意，再无猜疑。只是不知道我时间还有多久。可是世伯看上去身体健康，暂时死不了。我是说，在我这个位子上，不知还能站多久。其实做官和做人都一样，犹如屹立山间，越是向前越要谨慎，否则便会万劫不复。自己能退吗？站上去就退不下来了。少爷，都被杀了，没留一个活口。他们的家眷都在城外。不要收尸，不能留下任何一点把柄。家里的好生安置。你不要觉得我心狠。心软，反害其身。好了，不多说了。今天你也经历了不少，早点回去吧。说，来了。你心绪不宁。今天发生太多事儿了。燕小乙的神剑，谢必安的杀行，在太平别院遇到了皇帝，林若甫彻底消除了对我的猜疑，还有，老二跟太子之间针锋相对。是哪件事情让你不安？太子在拉拢我。你我虽有争执，但从未有过不解之仇。你有才名，我亦惜才，何不携手呢？这有什么问题？我们过去都认定，林拱在牛栏街设局杀我，背后是太子主使。可是现在，他却说与我没有不可化解之仇。或许以为你不知真相。林拱杀我一事闹得满城风雨。若真是太子主使，他不可能轻易对我放下戒心。或许这是搪塞之言。他特地说要见我，而且我看他神色，是真心拉拢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一直在想，难道背后指使林拱杀我的，
不是太子，会是谁？我也想知道会是谁呀。想不出，就日后再想。唉，有的时候我真是羡慕叔的性子。你学不来？我确实学不来。钥匙找到了吗？没有。那就是在宫里，小姐生前留下的东西，好些都在那老太太手里。哪个老太太？太后。确认了所在，特别好办了。唯一的麻烦，宫里那个大宗师洪四祥，他是在皇帝身边的，就守在太后左右。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局面了。这些个毒蚊子咬一下可痒得很呢，可不是吗？哎，你看太后那边好像都没有蚊子啊，洪公公在那儿，毒物不敢靠近。到时候还和今天一样。哪样？我拖住大宗师，你进宫拿钥匙。叔，宫里不只有大宗师，今天那个燕小乙，他是侍卫大统领，常年在的。都交给你。你这么信得过我？这世上，除你之外，我无人可信。说，你有没有感觉过寂寞？没有。我娘过世之后呢，也没有。没有。等你老了，我陪着你。我大概不会老。那就等我老了，你陪着我。如果那时候你还这么想，好。你说我这辈子有记忆以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，说不准将来最后一眼也是你。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是不老。我们不是该说进宫找钥匙的事吗？是啊，继续吧。现在的问题，你认识太后进宫吗？不认识啊。那好，找机会进宫，记得摸清路线。哎，这就巧了，明天我正好就要进宫，怎么样？好，记得瞧路。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能让你惊讶的吗？没有。行，你厉害，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的敬佩之情了。说，你有没有觉得京都气候特别干燥？多亏我心灵手巧，自制了加湿器一台，机械结构、水力驱动全啊！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肉肉给我留的门。这是什么？京都天干物燥，不比儋州，所以我自制了加湿器。加湿器？你找我是有事吗？今晚的星空很美，我想请你和我一起看星星。
我从小在宫里生活，父亲与母亲不便探望。每到晚上，我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喜欢看星空，因为除了星空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还有我这病，这肺痨，时好时坏，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死。白日里，我笑着跟人家说话，其实心里害怕极了。有我在，你不会死的。我不敢与人亲近，因为我害怕突然有一天因病离世，人家会伤心难过。可事实上，也没有人愿意与我亲近，毕竟是私生女的身份。我也是私生子啊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见过那么多的事情，我却只能被封锁在宫里。我曾听说，人这一生就像是在路上前行，不断的与人遇见，在分道扬镳。我羡慕极了。我这一路只有我一个人，从来都没有遇见过其他人。我只能独自一个人，一点一点地向前走。我本以为我会一个人走到死，可是没有想到你出现了。范闲，有人陪着的感觉真好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可是我好害怕，害怕有一天你会离开，我又变成了一个人。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了。对不起，今日出游，我骗了你，我没有把我父亲要试探你的事情告诉你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道歉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，所以我就只能偷偷跑出来，坐在这儿陪你一起看星空。你看，今晚的星空是不是特别美？是很美。在我心里，这是最美好、最珍贵的东西了。除了这个，我不知道还能给你什么。你把整片星空都给我吧，除了这个，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骗你了。我也是，从今以后再也不骗你。你看，没有你好看。
就像是这夜空中的繁星。这几日，我总是在想你给我说过100只樱花的故事，为少男少女的爱情感到惋惜。直到现在，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个故事了。因为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，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你不想让我们错过。我们一定不会错过。不如走之前让我们抱一下。宫中有旨，召你入宫。谁呀？这次入宫，主要是娘娘们想见见你。你呀？你陪她走一次吧。好。若若一起吧。你妹妹一向不爱这种场合。我愿意去。那就这样吧。我也愿意去。不去，我不喜欢这种场合。一会儿进宫之后，帮我记住各殿之间的路线，细节帮我瞧着些。好。我可能要闯一次宫，那我记仔细点。你不害怕？哥要做什么我都帮你。你跟着做甚？进得宫去，你帮我找娘娘求个字儿呗。求什么字儿？咱们淡泊书局不是就要开张了吗？要是能有皇室的题字，那咱就是皇家淡泊书局。到那时节，那必然是门庭若市啊！都皇家了，还淡什么泊啊？可以不要淡泊，咱们开书局本来就为赚银子嘛。要依着我说，应该叫大义书局。记着啊，求字儿，别忘了，哥。